大家好，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个叫做密宗双修的话题。密宗双修，这4个字光是念出来就让人浮想联翩。我们网上搜一下，出来的都是什么欢喜佛啊、男女双修啊、性力崇拜啊、淫乱邪教啊，反正什么都有。但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密宗真的能靠搞男女之事就成佛，那释迦牟尼当年干嘛苦修？他直接找一个佛母就行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我们就把它彻底的说清楚。密宗双修到底是什么？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到底还有没有人在修？那双修的时候又能看到些什么？我们先来说结论。双修呢，其实是真实存在的秘法，但它呢也不是你想的那样。90%的人吧，了解到密宗双修都是吉米亚口中那个故事，但其实那只是冰山的一角。下面我们一层一层的剥开真相。我们先说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莲花生大士。说什么呢？说莲花生大士与一夕错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莲花生大士呢，就是把密宗带到西藏的人，而一夕错家呢，是西藏密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大成就者。她也是莲花生大士5位佛母中的一位。一夕嘉措这个人，他出生贵族，13岁呢就成了当时藏王赤松德赞的妃子。后来藏王呢把那个莲花生大士请到西藏，然后呢把他的这个妻子，也就是这个一夕错家呢，就献给了莲花生大士，让他做大士的学生和明妃。然后他与莲花生大士确定关系之后呢，就接受了灌顶和密法的教授，然后呢他就经历了空行净土的境象。就是某一天一夕错家闭目入定，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不是在原来的世界了。他站在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大地上，脚下的地面呢，不是泥土，也不是石头，是肉，是一整片肉，无边无际的，然后暗红色的，踩上去软软的，让人站不住脚，但却有温度。他抬起头呢，看到很远的远处呢有树长得很高，枝条呢就像刀片一样锋利，然后一片片立着，这样立着，风一吹就发出铮铮铮的，就是金属撞击的这个声音。树上结的果子也是刀片，密密麻麻的，就像一把把匕首挂在枝头。在某种在某种看不见的这个光线下呢，就闪着这种寒光。他继续往前走，看到远处呢有山丘，走近才发现其实那不是山丘，是一堆堆的骷髅，白花花的，然后叠在一起，有的还连着干枯的筋，就像被随便丢的那种积木木头一样，然后堆成了一座小山。然后更远处呢，能看到一座宫殿。他走进那座宫殿，然后越靠近宫殿呢，越觉得不对劲，因为宫殿的墙不是用砖石砌成的，是一个个头骨垒起来，然后额头对着额头，眼眶对着眼眶，整整齐齐，严丝合缝。有的头骨上还有几绺那种干枯的这种头发，然后风一吹呢，就像我们那种葬礼上的那个灰色的那个经幡一样的。然后宫殿的门呢是人皮做的，然后薄薄的，然后绷在那个门框上，上面还能看到这种毛孔的纹路。门帘也是人皮做的，一掀开轻飘飘的，就像一块旧布一样。然后他走进去，更加吃惊的是，宫殿里面站着很多的空行母，也就是天界的女性。在这个空行母呢，在这个密宗里代表着智慧和慈悲，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行为
然后呢，与一西嘉措想象的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他们也不唱歌不跳舞，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献祭。有一个空行母就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弯刀，他低下头，在自己的胳膊上割下一片肉，薄薄的，像切的像生鱼片一样，然后那个血顺着那个胳膊滴答滴答的滴在，就这样滴答滴答的这种感觉的滴下来，但是却没有声音，就异常的诡异。然后他就把这片肉呢放在一个盘子上，然后继续割第二片，脸上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像在做一件就是很平常的这种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切肉一样很平常。还有另外一个空行母呢，她伸出2根手指插进自己的眼眶里边，这样轻轻一挖，2个眼珠子就滚出来了，然后落在掌心里。然后他看了一眼，也是恭恭敬敬的放在前面的一个供桌上，然后眼眶里是空的，但他这个人的表情是笑的，那非常诡异。然后他呢还有一个空行母就用小刀割下自己的五官，鼻子呀、耳朵啊、舌头呀，一样一样的也摆在前面，然后那个血水就从他这个割掉了嘛，就是相当于这些窟窿里边，脸上这些窟窿里边流出来，流到脖子上，流到胸口然后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然后看到流到胸腔的时候呢，他还把自己的心脏给掏了出来，然后心脏还在扑咚扑咚这样跳。然后他双手举过头顶。还有的空行母呢，就是割下自己的皮肉，有的放出血液，有的五脏六腑一样掏出来，整整齐齐的摆在那边。然后他们把一切就是肉啊、血啊、眼球、心脏、肺叶等等吧，其实都是当做贡品的，那献给虚空里的诸佛的，他们是在做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动作。然后一西措家站在那儿呢，浑身发抖，就是吓得就是很抖。他想叫出来，但是发不出来声音。他想跑呢，就是那个脚就像用钉子钉在那里，动不了。然后呢，宫殿的外面呢，就是围墙的尽头呢，是一片火山带。那红色的岩浆从地缝里咕噜咕噜这样引出来，还冒着黑烟，空气里都是硫磺的味道。然后火山口的旁边呢，蹲着一群鸟和野兽，他们在吃从火山口里抛出来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一块一块的红彤彤的。然后他站了很久，他在那个宫殿里面站了很久很久，久到他自己以为他会永远就定在这里了。然后呢，有一个空行母就缓缓地走到他面前。那个空行母脸上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只有几个窟窿，然后那个血还在流。然后他对着一西措家笑着说：“你看懂了吗？”一西嘉措说不出话来，他也不知道对方在问什么。那个空行母说：“这不是恐怖，这是真相。你以为你现在拥有这个身体是你的吗？但你看看我们把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拿出来献给虚空。因为什么？因为身体它不属于我们，它是借来的，是地、火、水、风，从这里借来一用，用完了是要还的然后这里解释一下是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是说的就是说，他们这个密宗里面是这样解释这件事，就是地、水、火、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100多斤的肉，就是死后是还会变成泥土的，所以是归到地去了。然后呢，我们身上有7、8斤的血水，然后死后它会蒸发掉，就归到水里面去。然后我们37度的体温去世之后呢，这个体温就消失了，就归到火里面去了。然后我们一呼一吸人没有了之后，它也停止了，这个归到哪里去呢？归到风里面去了。所以空行母这样说，然后他说，你不把它献出去，等你的死后，它还是要还回去的我们现在做的只是提前还了。然后这个时候一西措家呢，他的眼眶呢，眼泪里面就湿润了。那他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恐怖，他就是突然间想到了，突然间悟到了，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重视的这个生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的。然后呢，空行母就把有一只还扑咚扑咚在跳的心脏放到他的手上，那个心脏是热热的，黏糊糊的，然后一跳一跳的。然后空行母说，拿着，这是你的，
但你愿意还吗？然后一息错家呢就低头想这个问题，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晶莹的眼泪。那从此之后他的眼泪就干了。从那以后呢，就是说他看着自己的身体也不觉得是自己的，只觉得是一件衣服，穿久了就会脱下来。后来呢，他活了很久很久，据说活了200多岁，然后死的时候呢，身体化作一道彩虹，融进了天空里，那什么都没留下。然后他终于把借来的呢就还回去了所以这有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想说什么呢？说双修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爽，是为了要还，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说完这个故事之后，或者说完这段经历之后，我们来说这个密宗双修是什么？密宗双修被广泛的知道呢，就是不丹那个吉米亚曾经接受过采访，他说过他的经历，也叫我们说故事吧。但其实双修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就像这种爱情动作片，它其实是级别非常高的修为。那在不同的密宗教派里边，它的修行方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密宗里边它也分好多教派的。那双修是怎么来的呢？双修其实是印度的佛法，是金刚乘的部分，是莲花生大士的父亲叫伍德雅拉，他是当时推动这个体系的重要人物，而莲花生呢是这个体系的继承者。再来说密宗，其实密宗呢是相对于显宗来说的，显宗就是我们平时熟悉的我们拜的菩萨呀、观音呀等等。然后呢，密宗其实是当初印度的那个莲花生大士他带入西藏的，然后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历史原因，现在其实密宗分为4个派系，有戴那个黄帽子，戴这样黄帽子的其实是格鲁派，然后戴红莲花帽的是宁玛派，戴圆顶红帽且帽檐向上翘的这个是萨迦派，然后帽子戴黑边的或者有黑条的是噶举派。它是有4个派系，其中这里边就是宁玛派和噶举派认为双修是对成佛是有用的，是允许双修的，不过现在也不允许了。现在这4个派系里面，双修在不在呢？是在的，还存在这个密法，但是呢，它是不允许实体双修就是不是真正有这样一个人双修的那么接下来就说，今天还有没有人在双修呢？藏传佛教那个格鲁派有一位仁波齐，然后永嘉仁波齐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是双修是有的，双修的男女2个人都必须有极高的成就，其中1个人有还不行。那这个成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修行的人眼睛闭上时，树上的果子会掉下来，你睁开时又会长回去。2个人都有这样的修为的时候，你才可以进行双修，有这样的定力，你才可以他说人心其实都是人生来就是贪心的，见到好东西就想占有，但双修要修的就是你在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要把它转化成智慧，而不是被欲望带着走。所以呢，现在的双修都是在观想里完成的，就是在你的心里，你想象着有一位本尊女性的形象，然后与自己的本尊合为一体，在禅定中体验这种快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今天的双修跟以前我们讲那个故事里面的双修是完全不一样的。下面呢，我们说一点，就是吉米亚或者是现在大家说的讲述的那个故事里边有一些吉米亚没有说的内容吉米亚回忆的完整过程呢，其实是这样的。第一步呢，叫做明妃加持，就鲁巴金刚对他说，你是俗女身经过关空之后呢，你就是天女身，然后拉着他走入了那个帷幔里边。其实这里呢，就是说经过关空之后变成天女身。这个关空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呢不能单纯的理解成关空就是这样就是
看个金光，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观空其实要拆成2个步骤，第一步骤呢是把对方拆解，大师要闭上眼睛，然后闭上眼睛看着眼前这个女孩，然后告诉她，她不是吉米亚，她也不是14岁的少女，然后她也不是某人的女儿，她的本质不是人，而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临时的结合，然后把它想成一具尸体，然后这个具尸体分解之后呢，就是皮肉归于大地，血液归于水，体温归于火，呼吸归于风，意识呢是归于空意识是归于空。最后呢，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片虚空。在虚空中呢，会有一朵莲花莲花出现，莲花上有月轮，月轮上出现一个种子字，比如说邦字这个种子字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本尊，他们修这个密宗里面每个本尊都有一个种子字这个邦字其实就是女性智慧，女性的莲花这个代表种子字放光光中出现一位本尊，就是金刚亥母。这位本尊的形象是红色，然后赤裸，手持月刀和嘎巴拉碗，与一位男性本尊双运。经过这3步，眼前的14岁的吉米亚在修行者的意识里就转化成了天行女转化成了天女，也就是空行母。光把对方转化了还不够，这个修行的人还要把自己转化，否则就是一个凡夫俗子跟一个天女在乱搞，这是不对的。那第2步呢，是把自己也转化成本尊。那鲁巴金刚在上述观想的时候，同时对自己也要进行这样的操作，他也不要想着自己是一个60岁的老者，自己也和五蕴结合，本质是空，然后观想自己分解，同样拆解成5大元素，然后归于虚空，在虚空里重新显现为本尊从种子字放光，这个时候这个字会出现的是什么字呢？是吽字，就是代表他们这个男性的本尊的形象。那比如说是圣乐金刚，圣乐金刚是蓝色的四面12臂，与金刚亥母双运。经过这一步呢，就是鲁巴金刚不再是鲁巴金刚而是圣乐金刚圣乐金刚。吉米亚呢也不是吉米亚，他是金刚亥母。然后2个人在和合大定这就是说是第1步明妃加持里边的观空不是望个金光。然后第一步明妃加持结束了之后呢，就是第2步叫和合大定，就是鲁巴金刚与他完成双修。然后这个时候呢，猪八是跪在这个帷帐的外面的，心里观想着大日如来，这是第2步。第3步呢，就是取出摩尼宝，鲁巴金刚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他体内取出红白2株摩尼宝在密宗的气脉理论里，男性身体里有白色的菩提，主要在脑；女性的身体里有红菩提，主要在子宫据说取出这个动作再转移给让弟子吞下，是指它可以移植上师的这种悟性，一些正悟，让弟子快速的成就。这是第3步。那第4步呢，就是密灌顶，就是鲁巴金刚把摩尼宝放在猪八口让他咽下去。然后第5步是会灌顶，鲁巴金刚把那个吉米亚的手交到猪八的手中，念到诸佛为证，将依受辱。然后第6步是传授仪轨，就是鲁巴金刚告诉猪八，你不要追求世俗的这种淫欲，否则不成正果，要打入地狱的。然后第7步就是修行的指导。那猪八与这个吉米亚开始修和合大定呢，鲁巴在一旁指导，鲁巴金刚在一旁指导，直到他认为合乎义理为止这里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至少我是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明妃这个佛母为什么要先交给上师，先让上师享用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师徒传承的规矩，这个密宗里面就是讲师徒的传承嘛。那猪八把吉米亚献给鲁巴金刚呢，不是因为上师优先，是因为密宗灌顶仪式的规定，必须由上师主持密灌顶，然后完成法脉的传承，弟子才能修这个法这个意思。这个逻辑就是说，上师是法的源头，没有上师的传承就修行不了所以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所有的故事里他都说他先把它献给他，然后才到自己。
然后讲完了上面这些呢，其实对于明妃呢也是有明文记载的不是说你虽然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合乎常理，但是对于明妃这个的人的标准呢还是有记录的。这是就是我们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明妃的标准。就莲花生大士呢在这个亥母慎身引导里边详细写过怎么选明妃原文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颜色锐利，妙年月异，身具香气，颜若桃花，野艳细腰，身量大小适宜，眼细长而黑白分明，眼圈微红，发黑，光滑犹如青丝，齿白无缝，目善斜视，具足贪容，一见令人不舍。这一段呢是写的外相的要求，也就是长相的要求。翻译成白话呢，大概意思就是说长得容貌要端丽，还有几分柔媚然后年纪呢正是楚楚动人的年纪，看一眼让人家就是心神微动，身上隐隐的散发着香气，就像春日里初开的花一样，清甜却勾人。脸若桃花，肌肤柔润腰身纤细的恰到好处，整个人的曲线轻盈又有味道不多不少，刚好让人移不开眼睛。然后呢，眼睛是细长的，黑白分明，眼圈呢微微的泛红，像是自带一层若有若无的情意。发丝乌黑顺滑，如水一般垂落，牙齿洁白紧密。最要命的是，他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一份若即若离的眼神，似看非看，又像在引人靠近让你忍不住多看，甚至产生占有欲这个是对于他长相的一个要求。然后其实对于密相也有记载。密相是什么呢？密相就是衣服里边的部分，你现在遮挡到的，所以叫密，看不到的部分。密相是这样写的莲花极锦，具暖相，莲宫丰盈而突出，善枝衔金刚杵，臀小盘广，肉内卷，莲宫肉紧贴，花胚丰盈，以杵触之作不能忍状而出娇声，稍加抽送，身却体颤，连声暖湿。这段的意思就不翻译了，就是我读完了，或者说我说完了，大家大概都知道什么意思了还有最为震惊的是写到什么呢？就是关于姿势的记载，就是佛母呢要模仿5种动物的姿势，就是有狮子、大象、孔雀雌虎、陆龟你没听错，是5种动物的姿势。他密宗认为呢，就是不同的姿势能引导明点在身体里流到不同的位置，从而达到不同的境界。其实密宗有很多的内容，我介绍的也只是我了解到的，我调查到的一小部分因为涉及到密宗的修行，如果有说错的或者是理解有偏差的地方呢，希望修行的人士也好，以及大家呢多多谅解我也并非有意的冒犯，如果有哪里有错误或者是不恰当的，也欢迎大家指出这就是本期的内容。